不是近8万的凯旋三缸660买不起，而是4万多的春风三缸675更有性价比。今天我们来看就是春风第一款三缸平台的跑车，而且它还真有点高性能的意思哦。这个车型名称里呢带2个2，这就有点厉害了。一般车型名字里带2个2的都是比较激进的跑车了，而且像春风的250、450都是只带1个 R。675 SRR 呢是春风出的第一款三缸性能化方向跑车，而且也是目前国产唯2的三缸跑车。另外一辆呢是绅士703-2，且拿第一。外观上呢，675这辆车就很战斗，很有运动气息。侧面看，这个车身线条有一种破风的感觉，车头保留了家族化的特点，日行灯小眉毛加大灯眼睛，灯眉是2个耐克。但是你可以看到，250 SR 是略呆，450 SR 是有点凶起来了，而675呢是有点狠劲在里面了。然后这一块延伸下来呢是环状的定风翼。我们打开车子看一下灯光效果，开启的时候日行灯有流水效果。近光灯在外，远光灯在内，左转向灯集成在后视镜上，一体性更强。尾灯和后转向灯有点特别，它是一条的，有点汽车上贯穿式尾灯的感觉。往上看有个比较大的透明风挡，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呢，可以躲在风挡后面减少风阻。后视镜呢可以按下去微调，然后你停车的时候也可以收起来，固定在这个卡位。来到车主视角，先看这个仪表。5英寸的 TFT 仪表，主界面显示信息呢，除了常规这个转速、速度、档位、里程、时间、油量、冷却温度，还有前后轮的胎压、快排、TC 段数、自动大灯这些配置状态显示。快排机构呢，在这个地方，因为还是双拉线油门，所以它是一个单向的升档快排。TC 呢是2段可调式啊，给了不同玩家不同需求选择，也是在仪表这边设置。那么1段呢比较极限，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翘头。2段呢就比较保守，当然你是技术比较好的玩家的话，也可以在这里选择关闭 TC。另外呢，进到设置菜单还能看到 ESS 刹车报警灯选项，打开之后呢，急刹就会爆闪，以及自动大灯的开关。这个车是配大灯常亮的选择的。仪表主题选择切换到竞赛模式，可以进行圈速计时。车子搭载车联网，可以在手机 App 上查看车子状态信息，也可以连接蓝牙进行投屏。仪表左下方这里带一个 Type A 和 Type C 的双插口。上3星这里呢，铝合金带镂空。手把套件就是2个圆形小眼睛的500那一套。按键包括左边的远近光切换、TC 指示、仪表设置键、转向灯按键、喇叭按键。右手把的双闪、启动熄火开关，还有自动大灯快捷开关。左右手把开度都支持开度调节。油箱的白色漆面呢，阳光下看有珠光闪闪的效果。然后这边侧面的品牌名、正面的车型名都是分在漆里面的。油箱盖铝合金材质，那这块呢是趴下去搁头盔用的。这个油箱容积呢15升，说明书上建议加95号以上的汽油。然后我们来看坐垫啊，这个主坐垫呢是2种皮质拼接而成，上面有 S2R 的字。那它前面呢是收的很窄的，方便你上车的时候腿部夹紧油箱。后坐垫邦邦硬啊，邦邦硬。它比较有特点是两边做了很大的镂空设计，让它看起来非常的有运动感。后摇臂呢是欧翼式铝合金一体铸造，不仅是外观上看上去更有质感，而且强度刚性区别于普通的后摇臂呢都会有优势。那一般性能取向的车子都会这么做。这里还有个小细节，提前预留了起车钉的安装位。排气采用了隐藏式的底排设计，排气口是蜂窝状的。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发动机，重点就是3缸。简单来说呢，3缸就是把4缸的动力平顺和双缸的爆发力和油耗经济性这些优势拿过来了。但与此同时呢，结果就是动力也没有那么极致，油耗好像也没有那么低。其实呢，就是双缸跟4缸的居中性格。那有个问题啊，为什么3缸在摩托车这块好像特别受欢迎，但是在汽车界呢却遭人嫌弃？
大家可以在机车圈搜索这个视频，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评论互动。我会抽3个评论用户送出摩托瑞士10W40的机油1瓶。那么如果你最近有保养方面的需求也可以搜索机车极速商店，报本赛乐的名字获得折扣优惠。那这台机子呢，具体是一台水冷 DOHC 直列3缸发动机，曲轴角度120度，排量675cc， 最大功率70千瓦，折合马力95.2匹，载11000转，最大扭矩70牛米，载8250转，压缩比11.5:1，走的是高转取向。这辆车还不能试驾我们后期呢会把国产的2辆3缸跑车都请上马力机，用图表直观给大家呈现这2辆车发动机的性格。然后来看车架这个车架呢并不是一般性能取向跑车常用的铝合金双翼梁车架，而是用了铬木钢材质的编织车架，并且呢是主副车架分离的，这块呢就是分离点。它轴距呢1.4米。接下来运动部件这块前减震呢是直径41毫米的 KYB 倒置减震。那我们在上3星这里呢可以看到它是预载、回弹，右边是压缩阻尼，全可调的。那预载呢两边对着这个圈数要调到一致。后减震是 KYB 直连式的减震，支持预载和回弹阻尼调节。刹车这块呢，前刹用上了对向4活塞吸固镜像安装的卡钳，搭配双300毫米的浮动盘。比较特别是还搞了个导分套件很 MotoGP 的感觉。除了散热方面呢，也增加了一些视觉冲击力。前刹上泵为直推形式，后刹呢是单向单活塞卡钳，搭配240毫米的刹车盘，标配 ABS 和2段可调加可关闭的 TC。轮胎呢是和正新合作出来的 S3N 高性能胎，前轮120/70 17寸，后轮180/55 17寸，搭配这个蓝色的铝合金轮毂。那这一套运动部件呢出来的刹车表现怎么样？我们会第一时间测出来，到时候看一下这辆车在刹车 ABS 标定上的表现，更新在我们机车圈675的车型页上。这辆车骑行3角，我还没上车的时候看着就觉得很费腰，还好我现在腰粗了点，应该没有那么费了。那这个车现在坐高呢是810，后市场可以选795还有825的坐高，我身高175，现在呢是前半脚掌着地，然后看一下骑行3角，它手把是比较低的，搭配这个原厂比较高位的脚踏，出来的骑行3角就是跑车里面比较运动的。然后我下车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脚踏细节。如果你下赛道呢想要改成反挡，可以把这里的安装位改到这里来，这块呢还是沿袭了之前450 SR 的一个设计然后后脚踏这里这块呢也是可以拆下来的。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春风675 S2R 的特点卖点。第一呢，它是春风第一辆3缸平台的跑车，本来国产的3缸就少它呢也差点成为了第1辆3缸跑车。第二呢，就是它的外观比较现代战斗，而且车子性格也是很运动的，适合喜欢跑山压弯的车友。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春风3缸的声浪。